这是世界上最小的机器人，还不足单细胞草履虫大。让人惊讶的是，这么小的身体上竟然有四肢，且这个四肢可不是假肢，而是能前后运动的。这个超迷你的微型机器人，不禁让我想到了科幻电影《神奇旅程》中，把人缩小到100万分之一后，再送入人体内做手术的桥段，相当科幻了。然而现实毕竟不是电影，这么小的机器人到底是如何运作的呢？常规的智能机器人想要在复杂的环境下灵活运动和高速奔跑，腿部设计十分关键。它往往具备髋、膝和踝3个关节，这些关节一般由4伏电机、传感器等部件组成。其中，传感器被用来感知周围的环境信息，这些信息被传递给控制器后，控制器就能根据预设的程序和算法，及时调整机器人的运动姿态，从而确保它稳定行走。但这个机器人太小了，显然没有安装这些部件的条件，它的行走全部依赖于科学家研发出的新型电化学制动器。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教授马克·米斯金利用现有芯片的制造工艺，在7纳米厚的薄片上涂了一层非活性材料，然后利用光刻技术刻出图案，并去掉多余的涂层。在此基础上，把薄片放在水中，并施加电压，带电的水粒子就会吸附在薄的表面，产生的压力致使薄片弯曲。此时，如果利用光刻机在薄片上刻出间隙，模拟人的膝盖和脚踝，就能控制弯曲的角度和方向，将其作为移动的动力。微型机器腿也就诞生了。为了让机器人持续运动，科学家在它的背部安装了2个微型太阳能电池，用来控制机器人的前后腿。只要把激光投射在不同的太阳能板上，产生的电压就能选择要驱动哪条腿移动，从而让它行走起来。听起来是不是很妙？但仔细想想，它的 bug 也很明显，那就是微型机器人只能在液体中运行，既不能感知环境，也缺乏综合控制，目前还未能走出实验室。想要机器人执行更为复杂的任务，就得看拥有发达大脑的智能机器人了。比如国内本墨科技自研自产的2款自平衡轮足机器人，刑天机器人和踢塔机器人。其中，刑天机器人可以说是开启了机器人直驱关节形态领域的新时代。它去掉了传统的减速机，将电机和被驱动的工件直接连接了起来。在没有减速机齿轮磨损的情况下，不仅动力更加强劲，直驱电机的使用寿命也能增加到传动电机的10倍之久，同时还能做到极致静音，运行时不会超过49分贝。而另一款开创性产品踢塔机器人，全身有着8个自由度内置的多个相机与传感器，能自动越过或绕过障碍，不仅能适应草地、沙地、洼地等多重复杂地形，30度的坡道上也能行走自如，在3米每秒的高速运行下，还能承受10公斤的动态负载。同时，踢塔机器人还采用了热插拔式电池设计，即使在运行中完成电池的插拔，也不会打断机器人的运动，用户也就能不间断的使用。重点来了，不管是刑天机器人还是踢塔机器人，都支持各种模式下的2次开发，可以通过机载编程完成任意级别的操作，也就为用户提供了超高的自由度。用户可以根据需要把它打造成任何你需要的样子。无论是工业环境中的巡检勘探，还是智慧园区的监控系统，亦或是个人生活中的遛狗、陪跑步、取快递等，刑天和踢塔通通都可以胜任。